我發現很多人買第一支人像鏡頭的時候都會本能地衝向85毫米，但這不是因為每個人都真的需要85毫米，而是因為這幾年我們被教育得太久了，一說人像就是85毫米，一說虛化就是85毫米，一說專業感好像還是85毫米。你看相機品牌的樣張、攝影博主的推薦、活動攝影師的配置，85毫米幾乎已經變成了人像鏡頭的標準答案。但問題是，標準答案不一定適合每個人。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 BRBD 的頻道。如果你用過85毫米的鏡頭，相信你就會發現，有時候它反而會變成一種負擔。85毫米的問題不是在於畫質不好、虛化不夠，而是它太端着了。所以今天我們聊的這期名將的75毫米 F2， 我覺得它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它想着替代85毫米，而是它給了你一个更輕鬆一點的人像選擇。75毫米和85毫米只差10毫米，聽起來差別不大，但你真正拍起來就會發現這10毫米挺關鍵。85毫米更像是一個專門拍人像的焦段，它壓縮感強，背景更容易被推遠，人物會更突出，適合拍半身特寫乾淨的人像作品，尤其是在戶外大空間裡，85毫米確實很穩。但75毫米更像是一個人和環境之間的平衡點，它比50毫米更有壓縮感，背景不會那麼雜，但又比85毫米寬一點，沒那麼挑空間。你在街邊拍一個回頭，在旅行中拍一個半身，在室內拍一個自然狀態，75毫米都會更好操作。它不會逼着你一直往後退，也不會讓畫面和被拍人之間有很強的距離感。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75毫米很適合現在的內容創作者，因為我們很多時候不是只拍一張標準的人像照，而是在拍一個人當下的狀態、場景、情緒和生活方式。是的，就是所謂的氛圍感。照片方面，這支鏡頭最核心的價值就是用一個比較低的預算，給全畫幅用戶一個穩定的人像分離感。F2 光圈不是最極限的，但是日常人像足夠用了。你拍半身、街頭人像，背景都會被柔化，人物也能從環境裡出來，而且不會像 F1.4 那樣薄到特別難控。對於普通創作者來說， F2 反而更實用，眼睛清楚，面部清楚，背景也有虛化，但環境信息還留着一點，這樣拍出來的人像不會只剩一片糊，而是還能看出這個人在哪裡，在什麼氛圍裡。所以如果你現在只有35毫米或者50毫米，拍攝日常沒問題，但一拍人像就覺得差點層次，那這支名將的75毫米 F2 確實能幫你把照片往人像作品方向推一步，但它也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邊界，就是最近對焦距離是0.75米，這點很重要。你拿它拍人沒問題，拍半身沒問題，拍頭像也沒問題，但是如果你想拿它拍桌面產品、拍相機配件、拍手錶、口紅、咖啡杯這些近距離的細節，它就不舒服了。因為它貼不近，你就會發現你還想再靠近一點，但鏡頭已經不讓你對焦了。所以它不是產品細節鏡頭，也不是微距鏡頭，它的核心場景就是人像、人物氛圍、生活方式的照片。視頻方面，我反而覺得它比很多人想象中更有用，因為視頻不一定需要極限虛化，視頻更需要的是畫面舒服、構圖穩定、人物和背景有層次。75毫米 F2 用來拍人物的 B-roll、採訪的側臉、街頭走動、生活方式短片都很合適，它能給你比50毫米更明顯的壓縮感，但又不會像85毫米那樣一上來就把空間壓得太近。比如你拍一個人坐在窗邊翻書，50毫米可能有點普通，85毫米可能又太窄，75毫米剛剛可以把人物和背景拉開，但還能保留一點環境。拍視頻口播的補充鏡頭也一樣，你用它拍手部動作、人物側面、走路、回頭這些畫面，都會比普通焦段更有一點成片感。但自動對焦這件事兒，我還是要說清楚，它是實用派，不是旗艦追焦。你拍正常走位、慢動作、站定人物，它可以用；你拍小孩瘋跑、運動員衝刺、婚禮現場的那種極限抓拍，就別用旗艦鏡頭的標準要求它。畢竟這個價位，你能買到的是一支能讓你輕鬆進入自動對焦人像焦段的鏡頭，不是一套職業體育追焦系統。所以我會建議屏幕前的朋友這樣用它：照片拍人像氛
氛圍，視頻拍人物、B 肉和中景，不要硬拿它近距離拍產品細節，也不要拿它去拍高速運動，這樣它的優點會很明顯，缺點也不會一直跳出來。最後聊聊我對這支鏡頭的感受。名將 AF75毫米 f2 不是85毫米的廉價替代品，它更像是給普通創作者準備的一支低預算全畫幅人像的答案。如果你已經自己天天拍商業人像、大空間棚拍婚禮特寫，那85毫米還是很經典。但如果你拍的是 YouTube、小紅書、旅行、人像、B 肉、生活方式內容，你想要更輕便一點、更便宜一點、自動對焦，又能明顯拉開人物和背景，那75毫米反而可能更適合你。它不是最強的鏡頭，但它很聰明，它没有讓你為了專業感犧牲太多空間、重量和預算，而是把全畫幅、自動對焦、f2 大光圈、人像焦段這幾個普通創作者最能感知到的東西放在了一個更容易帶出去拍的位置。所以这支鏡頭的關鍵不是它能不能打敗85毫米，而是當你沒有那麼多預算、沒有那麼大空間，也不想背太重的時候，它就能讓你的人像、照片和視頻立刻比普通焦段更有感觉。OK，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依舊，如果你有什麼不懂、不會或者更有趣的玩法，歡迎評論區留言。我們下期見。